只要真正相爱的两个人，不管经历了什么，还是过了多长时间，都是能够到最后永远的在一起。萧炎的话语在神塔内回荡，不仅仅是对云云的承诺，也是对这段情感的颂扬。仿佛此时的这100层丹神塔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也守护着他们之间的秘密一般。在这片只属于两人的天地里，所有的遗憾都已经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对未来的幸福憧憬和此刻的深情相拥。云云的脸颊依靠在萧炎的肩膀上，闻着那令他心动的气息，好像一直与萧炎就这样一直下去。可是现在的他们也都不是当年在加玛帝国的年少时期，他们随着实力越强大，责任也就越大。在如今这个还不太和平的大宙中，他们必须以守护为己任，将那些想要意图统治万界、意图想要毁灭大宙的那些暗黑魔物都要彻底的解决，他们才会过上云云此刻的幸福憧憬。之前由于自己的实力不够，并不能在萧炎的身边与他分担一些责任，可现在不同了，他拥有花仙之道，释放出花仙模式的强大力量，终于也可以留在萧炎的身边，一起与他并肩作战。虽然还不能过上那种和平的幸福生活，但是只要在他的身边，那么一切也都是值了。萧炎也是如此，很享受这一刻。可是在他的心中有太多的牵挂，因为在萧炎的心中还有一道倩影是他一直牵挂着的，那就是与云云一样从斗气大陆一同消失不见的小医仙。也不知道现在的小医仙在大宙的何处，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当年小医仙一直跟在自己的身边，前往中州一起并肩作战，一直保护只有斗皇斗宗实力的自己，即便不惜一切释放出恶难毒体的力量，也会在第一时间选择保护他。萧炎也深知小医仙一路走来的不容易，所在小医仙消失之后，他也从未断过去寻他的消息。可是时间这么久都过去了，根本没有打听到有关小医仙的任何消息，但是萧炎也不会放弃，甚至执意要找到小医仙为止。不管小医仙在哪里，萧炎也必须要找到他。年少时的红颜知己嘛，所以一想到这些事情要做，萧炎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来，那么那些怀着野心的强敌就会对他身边的重要之人以及自己所生活的世界造成伤害，自己想要守护他们，就必须在神之路上走得更高更远。虽然自己如今是一位大道主神，可是见识过塔主师傅他们的造化主神的实力，大道根本就是冰山一角，造化的大能更是让大道主神实力下的萧炎都感到无比的窒息，所以他必须要变得更强大，甚至也能够在某一天登临造化，追赶上塔主师傅、元尊前辈等造化大能的脚步。萧炎的脸上充满了无比的坚定之色。云云，再过几天我就要去天海之下的神秘空间去寻找雪儿的身世线索了。在萧炎知道了吴雪不是武神前辈的亲生女儿之后，他对她的身份猜测陷入了迷雾中，同时也在帮助吴雪寻找真正的身世。但是在萧炎看来，吴雪的身世极其不简单，不然她体内的那一道神秘力量可以引动神冥界的法则，从这一点看就知道吴雪的身世恐怕是他们都无法想象的存在。云云听闻，拉着萧炎的手臂，温柔的道：萧炎，我与你一同去吧，吴雪姐的身份我们一同去揭晓。这些日子里，云云也在萧炎这里了解到了吴雪的一些信息，原来她也是萧炎的新女友。不过云云倒不介意，虽然刚开始心底里会有一丝介怀，但是后来一想，像萧炎这样的真正强者，身边肯定会少不了像他们这样的绝美女子，而且个个身怀强大的力量来帮助萧炎的成长之路。萧炎见云云也要去，倒是没有拒绝，点点头就答应了下来。主要的原因还是云云现在的实力也是达到了大道主神领域，而且还拥有着连萧炎都惊叹的花仙模式。但花仙模式虽然强大，目前云云却无法彻底的将其掌控。如果跟在自己的身边，在一些机缘巧合之下，或许能够领悟到花仙之道的真正精髓，也不一定。然而就在这时，萧炎收到来自塔主师傅的紧急传音，让其快速在小世界中集合。云云，师傅传音给我说，让我立马前往小世界，应该是有什么紧急事情，我们一起过去吧。萧炎拉着云云的手，温柔地看着她，轻声道：好。云云也紧握着萧炎的手心，他们二人以最快的速度朝着那100层丹神塔之巅的小世界中掠去。不到一会儿的功夫，萧炎和云云的身影如同幽灵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这个被称为小世界的空间之中。这里没有天地之分，汹涌的丹海刮起巨浪，散发着浓郁的丹香之气。这里的景象与丹神塔外的环境截然不同，但是这里已经有10几道身影早已在汇聚于此，分别是内塔之主以及10大神长老，灵动和沐尘二人也在。他们就在刚刚也收到塔主的紧急传音，带着一丝好奇之心。而在众人的面前，丹神塔塔主，一位身着华贵长袍、面无表情的老者，手中的拐杖紧握手中，然后见到萧炎、云云二人的出现，才开始讲述着这一次召集他们过来的事情。丹神塔塔主的声音沉稳而有力，话音刚落，众人的身躯似乎在同一时间微微一震。诸位，召集你们过来是因为最近神奇联盟没有一点动静，虽然是没有动静，不代表他们没有动作，他们做的虽然隐秘，但还是无法逃过神元宫的眼线。
周元凶将自己人安插在神奇联盟内部。就在刚刚不久前，那位眼线已经为我们探到神奇联盟的最新消息。此话一出，场中气氛骤然紧绷，每个人的表情都变得凝重起来，仿佛下一刻就要投身于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萧炎和云云对视一眼，彼此都能从对方眼中看到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茫。不过，神元宫安插在神奇联盟内部的眼线之事，倒是让众人有所震惊。虽不说他们，半月前塔主自己听到神奇联盟内部有被安插自己的眼线时，都感到有些震惊。要知道，想要在神奇联盟中安插一位外来势力的眼线，几乎不太可能存在的。而且，就算有，也会很快就被发现，并且直接将这些外来眼线之人处理掉。可是神元宫派出的一位眼线，不但没有被发现，并且还能够为他们带来神奇联盟内部的高层消息，这可实属不易。甚至，萧炎、灵动、沐尘几人当时也进入过神奇联盟之中，与他们所接触过的那些人回想起来，并没有察觉出哪一位是元尊前辈安插进去的眼线之人。神奇联盟最近之所以这么低调安静，是因为他们的金地天盟主率领9大副盟主一同前往了诸神万界的天海深处，似乎是为了找一样对他们极其重要的东西。丹神塔塔主的话音刚落，便是让得萧炎等人的眼眸微微一动。天海深处，他们去天海深处寻东西。回想起之前武神前辈所说发现吴雪的那个神秘空间，也是在那天海深处。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还是说凑巧？所以，萧炎，你们到时候前往天海深处时，一定要务必注意安全。这一次，他们的行踪非常的隐秘，虽然神奇联盟中的眼线给出了他们的行动方向，可是也只能模糊地给出一些信息，具体他们前往天海的那一处，那就不得而知了。丹神塔塔主也是有些担心萧炎他们，毕竟如今的神奇联盟已经与丹神塔和神元宫两大超神巨擘势力已经彻底的撕破脸皮，只要遇到彼此之间的人，都恨不得将其撕碎。所以这一次，除了武神阁主带着你们前去那个神秘空间之外，还会有10大神长老一同陪你们前去，为了以防万一。这也是这一次丹神塔塔主召集大家前来这里的目的。能够让神奇联盟的盟主以及9大副盟主亲自前往，那么肯定在那个天海之下的东西肯定对他们极其的重要，并且能够低调这么久的时间不找神元宫和丹神塔的麻烦，那就说明了或许在铲除我们之前，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更为的重要。灵动带着冷静的语气述说着他对这件事情的想法。众人闻言，他们的脸上皆是皱起眉头。如果灵动所说的话都是对的，那么神奇联盟盟主亲自前往天海的事情恐怕真的非常的重要，甚至他们都隐隐感觉到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况且在场的各位都是半道神以上的实力，他们的感知力比起天位神更加的敏感与精准，毕竟他们所拥有的乃是大咒的大道道义，而他们的大道之法虽然没有刻意的催动，但是大道之法依旧存在大咒天地间，只要让天地感应到危险的气息，他们身为半道神以及大道主神都会感应到一种不安的情绪会在心底里升腾。那么对于丹神塔塔主这位造化主神，那更加的敏锐了。其实这也是他此时召集大家的最终目的。灵动小兄弟说的没有错，这些时日我也感觉到一股不安的情绪在波动，而且每过一天那种情绪就会越浓郁。恐怕他们这一次前往天海中寻找的那个东西，应该是对整个诸神万界都极为不利的事情，所以我也会密切关注天海的动态，一有状况我也会第一时间出现。不过我希望是自己想太多了。丹神塔塔主甚至是安慰了自己一下，因为他内心的那股波动，如果真的如他所想，那么整个诸神万界都将会陷入一场大变数中，即便是他自己也无法100%的可以扭转这道变数。塔主师傅放心吧，这一次前往天海只去那处神秘空间揭开吴雪的身世，而且还有10位神长老相护，那么久更不用担心了。即便真的与神奇联盟的盟主他们遇见了，我们就算是打不过也会全身而退。萧炎说的并无道理，虽然不是神奇联盟盟主的对手，但是他们也可以借助着灵动的空间神符的恐怖威力，直接将2处的空间点进行一次空间变换。这也是灵动为何会激活空间神符的原因之一，毕竟只要将空间之力彻底的激活化为神符，就可以完美的操控着天地间的空间，不管是针对哪里的空间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宛如灵动化为了空间之主一般。好，既然你们已经决定好，那么一切都要小心，为师也会在一直密切关注你们的动态的，那就定在3日后，你们一同前往天海的深处吧。丹神塔塔主的声音在这无边无际的小世界中响起，准备着3日后跟着武神阁主前往那神秘空间，揭开吴雪的身世之谜。